说你们每个月拿2份工资，我们想涨薪，老板不给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。这不小涛给我们接的对面公司私活吗？我们现在打1份工赚2份钱。那人无横财不富，你再努力也拿不到多少钱，不如换个思路，用上班的时间给别的公司干活，拿2份钱。你这想法挺有创意的。我们现在工作热情都可高了。Hello， 这是我们人事帮对面公司招人的，业绩不够自己家公司来凑吧。那边是财务。那财务是帮对面公司算账吗？不是，对面给的任务是要看我们公司的账。你们这么做，老板赚不到钱吧？亏不死就行，要把控在老板饿不死又富不起来的程度。他到死都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。你还挺会算计。那没办法，当老板的就这样，吃太饱就开始霍霍员工。你们这工作模式还挺滋润的啊！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舒适的办公环境，我们还走公司账给公司的净空调换新了。你们这样没替老板考虑过吗？考虑了呀，我们的旧空调也抵钱了，这也算是为老板省钱了。你们这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吗？碗里的是少，那老板给不到，我们自己争取咋的了，对不对？长哥，咱公司的文件急着要，我先做谁的？你先做对面的，自己家糊弄糊弄就行了。别人的要是做差了，下次可就不找咱们了。传过来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吃里扒外是职场的不正之风，我绝不容忍。我已经以老板的身份命令他们停止手头的工作了。有效果吗？有效果，停在我这边。你能把工位搬老板办公室了？我得让老板看见我的努力。老板说谁工作努力给谁升主管，结果小涛站起来了，就为了表现吗？把工位搬老板办公室去了。职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偷偷努力，所以我必须在老板面前工作，让努力看得见。老板，我写的方案你看一下。老板，你去哪儿？我上厕所。我也跟你去。不光这样，他睡觉的时候还要求老板必须得跟他通知视频，老板那点隐私全都没有了。这样老板没意见吗？老板有没有意见我不知道，但老板娘意见挺大的。昨晚还给老板发了条语音，老板直接让老板娘撵出来了。他给老板发什么了？你的过去我不曾参与，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。你挺有决心的。老板别拉了，你看完赶紧给我反馈，客户那边急着要。哎，滚啊！你快点儿。他那么努力，那主管的位置肯定没我们啥事儿了，我们还不如这么打会儿游戏呢。现在工作氛围这么内卷，你们还有空打游戏啊？我们玩的是剑与远征启程啊，开局就是爽文男主大魔法师，直接开启魔法旷野冒险，而且角色装备等级全共享，挂机就能领取资源，特别轻松。还真没看出来你们在玩游戏。因为这游戏电脑、手机都能玩啊，竖屏单手也轻松拿捏，而且还能一键自动推关，随玩随停，完全不影响我们做其他事。8/8是全平台公测，现在预约还丰厚奖励，直接先人一步。创哥啊，老板不见了，跟丢了。我也没看着，你给他打电话。老板，你去哪儿了？到时间开会了，我写了提前字跟你汇报。开个屁！我下班了。那不行，我得去你家里找你去，你给我等着。毕业季嘛，让他上学校招人给公司换血，他给人招对面公司去了。那别人公司待遇确实比我们好，应届生说想去待遇好的公司，我就让他去隔壁看看。你这样不太好吧？我这人就是实诚，老板应该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。我们什么待遇，他心里没点逼数吗？今早对面公司锦旗都送过来了，我让他去招人去，不是让他给别人避雷的。那也不至于一个都招不到吧？主要他实话实说呀，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。哥，我看传单上写着工资是3000到1万，3000是3000，能不能到1万我不知道。家一样的工作氛围是吗？全是老板关系户。那弹性工作时间呢？上班不谈，下班谈。什么逼公司？传单上写着呢吗？看来确实不好招。你招进来有啥用啊？我们这条件招进来你不也祸害人吗？要我说多余让他上学校浪费时间，有这空你消停搁公司玩会儿这个长安幻想多好啊！这里肯定不坑，现在仲夏盛典版本上线，12人出新大服，完全不用担心招不到队友，组队任务轻轻松松都 KO 掉，老玩家还能免费转职转服，免费送强力神兽和皮肤，指定打出魂技不用抽，后续养成没有压力，在游戏里舒舒服服当老板。那他就一个职位都没招着吗？招着了，那还是有收获的。招的老板，他把老板的职位也挂出去了。招来招去还是老板这个位置应聘的人最多。没想到这么热门，大家都想当老板，看来老板还是太好干了。走吧，收工。西瓜啥的？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这次招人的定位就是大学生，年轻好骗有干劲儿，最重要的是便宜。我们公司虽然条件差了些，但只要数量多，总会有上钩的。老板招到人了，你看，给你招了个老板。那我怎么办？给你调个岗吧。你说你们公司员工不用干活了？不是不干，是不用自己干。老板看隔壁公司业绩好，也让我们搞点动静，把业绩提上去。他还说完不成，只要把我们给优化了。强者从不抱怨大环境，我们直接找隔壁公司做代理，当个中间商，公司多掏点钱就是。
别人做中间商赚差价，你们做中间商怎么还贴钱？那老板说只看结果不看过程，格局放大，那公司掏点钱咋了？以前累还没业绩，整天汗流浃背的，现在找隔壁公司做代理，效率可高了。你们这样不是让大家搞点动动吗？啥了？我们搞了，我们点的必胜客下午茶犒劳员工吗？提升员工的幸福感。以前办公室可安静了，现在动静可大了。对，必胜客才是古希腊掌管搞动静的神。最近搞买一送一，折扣力度特别大，硬控我们下午茶10天，而且边吃还能边调研市场，学习学习，一举两得。这费用谁出？公司出啊，我们为公司调研，那肯定公司出，对吧？对呀。而且这些都超划算，买一送一，最低59元能吃2个披萨，公司花不了多少钱。跟你说，这个金枕榴莲饽饽披萨老好吃了，榴莲肉大块的，薯角培根披萨也不错，薯角万苏里诺，培根嚼劲十足。你可以去囤点券，担心一个人吃不完，第2份还可以30天之内兑换呢。必胜客那个79元6件的套餐，我也觉得超级划算，我们几个人都吃撑了。你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这是隔壁公司员工，你跟他说说你们公司业绩好的秘诀。我们公司给的高。你看，1分钱1分货，他给我们的工资就只能干这点活，就得切实让老板知道便宜没好货。那老板交代的事儿不都落地了吗？就别要求那么多了呗。啊，你把来公司就能吃必胜客的视频发网去，搞点大动静，这样他们一看全来咱公司。你们又贴钱雇人，又点下午茶的，公司挣的还没支出的多吧？完成 KPI 就行了。那给老板找代理商干，就跟找外遇一样，听话懂事，效率高，还不发脾气，那就是有点烧钱。老板满意就行呗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我也是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完成 KPI 也是会亏损的。这下午茶都是我掏的钱，以后就必胜客买一送一了，亏的少一点。老板，同事们商量一下，让你去隔壁公司学学怎么当老板。好啊。来外地出差，老板让他订酒店，他给我们订了个烂尾楼。老板拨钱的时候说了，那出差经费剩下的让我自由分配，那我怎么分配都我个人自由啊。那你怎么不和同事睡烂尾楼呢？我交钱，跟别人睡一块我不习惯。来的时候告诉我们是独栋别墅，每个同事都能住单间，现在能不能住不说，这睡这儿光是喂蚊子就喂饱了。他们就是太矫情了，在外边1瓶花露水就能解决的事儿，何必纠结住哪儿？方便问一下，老板给你多了多少出差费？5000呀。那你扣了多少？4900。花露水不得花钱吗？他1分钱也没给我们花呀。再说我们总不能在这种地方建客户吧？就这种地方成功率才高啊！我们可以提任何条件，那烂尾楼荒郊野岭的，他敢不答应吗？就算是想省钱，也不能随便给同事找个地方住吧？没随便，那烂尾楼我打听了，就那儿便宜，只有那儿出过事故，充满了故事。凶宅呀？那么我想问问，同事们万一睡到半夜，前房主过来顶号咋办呢？我咋了啊？收拾东西走吧，原房主们不欢迎咱们。就得简陋点怎么了？这么多女同事陪着，他们就偷着乐了。有什么好乐的？不说了，我的车马上到了，我要去接客户了。我没看到车，你也没看手机，怎么就知道车要到了？我的华为智能墨镜告诉我的呀。我这墨镜不但造型时尚、颜值高，还能用来听歌打电话，而且能全天智慧播报，不用盯着手机也能知晓天气、航班还有打车信息。11小时超长续航，充一次电，整趟旅程都不用担心电量问题了。你这么做，老板不管你吗？他管不了。老板，那省下的经费分你一半。我支持小草，磨练同事吃苦的能力不是坏事，而且我认为出差条件和能不能谈成客户没有必然的联系。老板，客户谈成了，你看，定金也到库里。听说你们集体罢工了，那你上班不能为了钱呀？老板不给我们加班费，就和我们说上班不是为了挣钱，是为了提升自己。这不今天早上来大家都不干活了吗？提升自己。你们这么做是因为了……嘘，小点声。你们这么做是因为老板抠吗？我觉得老板是为我们好，帮我们把格局打开。每天忙忙碌碌挣的100块钱，不如用知识投资自己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嘛。我看还是有同事热爱工作的。啊？我在写书。我们看什么书也是有讲究的，针对不同的岗位看不同的书。你像他，总被老板骂，给他看的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，财务老扣我们工资，给他们看的就是胡作非为。那你们人事看什么？啊？看面相啊。大爷，你这看的是什么书？别问了，你播不了。现在我感觉上班更有意义了，那钱都是给公司赚的，有这个时间不如提升自己。涛哥，甲方下单来活了。你告诉他，我们没时间，我们在提升自己。客户电话打我这儿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干活？
大家上班又不是来赚钱的，干什么活？但你工资别忘了发哦，我急着交房租。我挂了。房租急用，它也可以是抖音钱包里的放心借呀。打开抖音，点击我钱包放心借，激活额度，然后跟着申请，最高额度20万的，急用钱周转不开就用它，用完还上就行了。你们这么做不怕被老板开除吗？啊？那这不专业对口了吗？以前给公司赚钱，总觉得钱少事多，现在把工作变成了提升自己，上班也变得有意义了。现在大家都不计较钱了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无所谓，大不了我就扣工资，看谁耗得过谁。你来干嘛？我财务自学考上税务局了，说让你准备跑路。